大家好，我是牛奶。距离上一次竞技场之战已经足足过去了2天时间，萧炎这2天内几乎是足不出户。一来是那场战斗确实消耗了他的精力，二来是萧炎打败白城成为强榜高手的缘故。按照内院的规矩，萧炎击败白城就能将白城在强榜之上的排名取而代之，而强榜之中只要上升小小的一个名次，所获得的待遇便是会丰厚许多。那丰厚的待遇足以让很多人眼红与羡慕，再加上萧炎真实实力仅仅是一星斗灵，而且他已经再没有第2枚龙力丹服用，很多人都认为想要打败萧炎或许并不困难，这直接导致挑战书近乎是一叠一叠的被送进盘门。萧炎之所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挂起休战牌，是因为内院之中同样有着受伤者有权利拒绝别人的挑战，而且不会有任何负担的规定。钻空子的萧炎正在盘门内闲得发霉的时候，体内火毒几乎尽数驱逐的灵焰找上门了。交谈之中，萧炎了解到还有1个月强榜大赛就要开始了，而且自己想要进入前10会比打败白城困难10倍不止。灵焰看着神情逐渐凝重的萧炎，眼睛突然一亮，邀请萧炎同他打一场，让萧炎提前试水前10的实力。吓得萧炎赶忙将这个战斗疯子给忽悠走了。看到萧炎的动作，薰儿忍不住笑着摇了摇头，当萧炎怒目投来后，又赶忙将笑容收起。不过为了报复萧炎瞪他，薰儿说道：我知道不是萧炎哥哥怕他，只是担心切磋的时候伤到他。被薰儿洗涮一通的萧炎尴尬地摸了摸鼻子，随后再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跟薰儿说自己需要去一趟药材管理库后就离开了。此时的萧炎还不知道自己又将遇到一位不但跟随他很久，还对他注意良多的女人。药材库，萧炎见到郝长老就直接表明了来意，郝长老表示可以，条件是1种药材换1枚让他满意的丹药。双方达成协议后，郝长老暗示萧炎不要多拿哦，我会发现的。萧炎笑了笑回答道：长老放心，萧炎并不是贪心之人。被揭穿的郝长老有些尴尬，挥了挥手示意萧炎快走后，就坐回了椅子审查药材文件去了。进入药材库的萧炎一边感叹学院的大手笔，一边咽口水，手痒不能拿，好痛苦。煎熬了将近6、7条走廊后，萧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就在萧炎准备去拿的时候，一只极为纤细的小手凭空出现，在萧炎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将冰火龙须果拿走了。萧炎十分骇然，这人竟然能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靠近自己。猛然转头看见的却是一个指其他腰间的白衣小女孩。小女孩年龄似乎不过12、13岁，一头淡紫色的长发垂直腰间，她的脸颊极为白嫩，一对乌黑水灵的大眼睛对着萧炎眨了眨，犹如有着一股魔力般，让得萧炎心中的骇然顿时间便是消散了去。白衣小女孩睁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萧炎半晌，忽然拿起手中那株犹如金属般的药材，一口咬了下去。萧炎大喊不要，话音还没落，就看到了本体坚固如金铁一般的金刚脯被小女孩轻易咬得粉碎，然后嚼吧嚼吧吞了。还没从呆滞中完全缓过劲的萧炎看到小女孩又要朝着冰火龙须果一口咬去，吓得他魂飞魄散，手掌赶忙探出想要夺回冰火龙须果，手掌刚刚伸出就被小女孩的2根手指夹住了。白衣小女孩稚嫩却略带杀意地问萧炎：你想抢我的东西？萧炎干笑道：小妹妹，这个东西不好吃的，你还是还给我吧，我要长大就要吃它们。小女孩平静地说道。萧炎则是苦笑了一声道：你吃了这里的药材，郝长老会找你麻烦的。哪知小女孩竟然哼哼的：那个老头我才不怕，他知道了也不敢拿我怎么样。萧炎一听心里直嘀咕，小女孩莫不是哪位大佬的孙女不成？没等萧炎开口，小女孩说道：我今天心情好，不打你，你赶紧走吧，别管我。完了又啃了一口金刚脯，边嚼边嫌弃难吃。萧炎一听露出了职业假笑，温柔地说道：小妹妹，难吃的话你将这个果实还给哥哥好不好？我请你吃好吃的哟。一听萧炎要她交出冰火龙须果，小女孩顿时警戒了起来，摇头道：不行，难吃虽然难吃，但是你请我吃的那些东西里面有这么强大的能量吗？怪叔叔为难，苦恼地摸着额头，片刻后萧炎试探道：要不我帮你把你要吃的药材稍稍炼制一下，让它们变得好吃一点，这可比生吃药材要好多了哟。搅动的嘴巴微微一停，小女孩乌黑大眼睛猛然亮了一些。
瞧得小女孩这副表情，萧炎心道有戏，立马对小女孩说道：只要你将这冰火龙须果还给我，我就帮你把你要吃的药材炼得好吃一些，怎么样？小女孩略微迟疑了一下，就将冰火龙须果递给了萧炎，呲牙咧嘴的道：你若是炼制出来的丹药不好吃，我不仅要将这抢回来，还要一口吃了你。萧炎没说话，只是快速的接过冰火龙须果，然后赶紧塞进纳戒之中，生怕这来历不明的小女孩又是反悔。小女孩催促萧炎赶紧炼丹，萧炎却表示要去给郝长老交代一下，开玩笑，这要是被吃了的金刚脯算在自己头上，那他不得亏死。小女孩嘟囔了几句，倒也是跟着走了。萧炎再次将白玉牌贴于墙壁之上，召唤出能量罩的时候，小女孩撇了撇嘴道：这破能量罩又没有半点用，开启了也是摆设。说完，小手直接抓进能量罩中，几个穿梭都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萧炎开始怀疑自我了，他也伸出手来，对着能量罩戳了过去。小女孩看着萧炎这般举动，顿时大笑了起来，边笑边道：笨蛋。萧炎刚想说点什么缓解尴尬的时候，小女孩却是哼了一声，转身就走了，留给萧炎一个后脑勺。无语地望着小女孩的背影，萧炎忍不住在内心无力地叹息道：这小女孩究竟是什么怪物呀？不多时，萧炎两人找到了郝长老。不曾想看到小女孩的郝长老顿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怒声道：你怎么又来了？当他看到小女孩手中那被咬了2口的金刚脯后，更是怒目大睁：你把我这里当饭店了，隔三差五的便是来打牙祭，你想要药材自己不会去深山找啊？自己找那么麻烦，有现成的我为什么不吃？你这老头废话真多，再嘟囔小心我打你了。斜了郝长老一眼，小女孩似是示威一般，还张大嘴巴大大的咬了一口金刚脯。郝长老被小女孩这嚣张的模样气得猛翻白眼，却只得恨得牙痒痒。瞧得两人这番对话，萧炎心中对小女孩的身份更是感到茫然了起来。小女孩见萧炎一直没动静，催促他快点。萧炎赶忙将东西取出来让长老清查。郝长老低声问萧炎：你怎么跟他撞在一起了？你没什么事儿吧？萧炎简要的将先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郝长老有些同情的拍了拍萧炎的肩膀道：你还真是倒霉，好好伺候这姑奶奶吧，别让她发飙了，不然很可怕的。说完就按照之前的协议，将2份龙力丹的药材也给了萧炎。萧炎还是忍不住问道：他究竟是什么人？得到的结果却是他不是人。静室之中，萧炎目光眨也不眨的看着盘腿坐在对面的白衣小女孩，他实在想不到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本体竟然会是一头魔兽所化。被萧炎的目光看得烦了，小女孩顿时将手中的金刚脯狠狠地丢了过去，怒声道：你看够了没啊？赶紧给我练！接到金刚脯，萧炎笑着点了点头，就开始炼丹了。炼丹的同时不忘分心套取情报，小女孩也没有什么戒心的，一五一十的交代了自己是因为实力未达到斗皇阶别，误吃了化形草，才会一直停留在变化后的人形之上。吃这些难吃的药材，就是想快快长大，然后就能随意在兽体与人体之间变化了。而从自己有意识开始，就独自生活在深山之中，小时候被别的家伙欺负了，也只能灰溜溜的逃跑。直到后来吃了化形草后，遇见了内院的大长老，他带自己来到了内院，就在这里待了下来，看着小女孩低垂着脑袋，曲卷着双腿，双手环抱膝盖，紧咬嘴唇，乌黑大眼睛中略有些水汽的样子，萧炎感到有些心酸，轻轻叹息了一声，尽量放柔了声音道：至少你在这里不会再受到欺负，那些家伙怕我怕得要死，哪里还敢欺负我？像你这样的，我一口就能把你给吃了。小女孩脸颊又是扬起一抹得意道。萧炎无语地摇了摇头道：以后看见人别再说一口把人给吃了，你现在可是人类身呢。小女孩不服地哼哼，本来就是，虽然我还从未吃过人。交谈了这么一会儿，小女孩对萧炎的态度好了许多，几十颗金灿灿的丹丸也出炉了。喏，试试吧，味道应该会比你生吃药材要好许多。将手中玉瓶递给一旁眼巴巴望着自己的小女孩，萧炎笑着道。小女孩迅速倒出一粒金色丹丸，也顾不上其上残留的温度，直接丢进嘴中，使劲地嚼动了起来。好吃！小女孩舔了舔嘴，有些意犹未尽地望着手中玉瓶。萧炎笑了笑，嘱咐道：这些丹丸你自己吃就好，可别拿给其他人吃，不然你会把人折腾死的，我自己还嫌不够呢。嘟囔了一声后，小女孩站起身来，故作老成地拍了拍萧炎的肩膀：干得不错，以后有人欺负你就来找我，我帮你出头，这内院内还没我不敢惹的人。萧炎被可爱到了，
使劲地揉了揉小女孩的脑袋，笑着道：好，一定找你。闻言，小女孩顿时一喜，立马道：那我以后吃完了这些，你还可不可以帮我炼制啊？就当是我保护你的回报啊。看着跪坐在自己面前，大眼睛之中尽是期盼的小女孩，萧炎翻了翻白眼，挥了挥手，有气无力道：好好，吃完了再来找我，记住我的名字以及居住地点。小女孩极为雀跃，在心中为萧炎打上了一个大大的好人称号。达到目的的小女孩终于是满足地站起身来，冲着萧炎吐了吐舌头，嘿嘿笑道：那你继续炼制吧，这炼丹也太枯燥了，还好我没学，不然得烦死。萧炎无语，瞧着要出门的小女孩突然开口：对了，小妹妹，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我叫紫妍，大长老给起的名字，不过内院那些家伙确实对我害怕得很，私底下叫我蛮力王，哼，都以为我不知道。小女孩皱了皱翘鼻，小拳头在面前狠狠地舞了舞，顿时间尖锐的声音陡然响起，几道无形的拳影劲风爆射而出，最后贴着萧炎脑袋斜飞而出，重重地砸在那宛如钢铁般坚硬的特制墙壁上。萧炎愣愣地摸了一把额头，半晌后顿时怒目瞪向紫妍：小鬼，你想杀了我啊？小手捂着嘴，紫妍偷偷吐了吐舌头，对着萧炎赶忙一阵弯腰鞠躬。现在萧炎可是他的衣食父母，千万得罪不得。萧哥哥，你练吧练吧，我先出去了，以后吃完了再找你。嘴中这样说着，紫妍赶忙对着门外溜去。看着落荒而逃的紫妍，萧炎苦笑了一声，感慨道：这个小丫头可爱是可爱，就是太过暴力了一点。正生起火准备接着炼丹的萧炎，看到门口处一个小脑袋忽然探进来，冲着他嘿嘿一笑：对了，萧哥哥，我在内院还有着排名呢，就是那个什么强榜，我可是第1名哦，以后有人欺负你就报我的名字。说完，紫妍就赶忙溜了。袅袅升腾的青色火焰骤然间烟消云散，萧炎呆滞了许久后才反应过来，他就是那个让的林燕为之如虎的强榜第1名。这一刻，萧炎只觉得这世界真是充满了戏剧性。我猜如果紫妍此时能听到萧炎心声的话，一定会说：哼，你对我的强一无所知。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感谢您的耐心观看，你的点赞订阅是我前进的动力。